紧急通知！紧急通知！特大末日暴雨突袭本市，降雨量已突破历史极值，部分区域已现严重内涝，请市民立即前往高处避险！立即前往高处避险！起初人们都以为这是一场普通的暴雨，直到这场滂沱大雨下了3个月，暴雨吞没了整座城市，而我带领全家改造卡车堡垒，成功抵达高原地区，并住上了海景房。我是林默，在矿场办公室的沙发上猛地坐起时，鼻腔里还残留着雨水的腥气，那是我前世溺死时最后吸入的味道。窗外的天是灰的，风裹着细碎的雨丝砸在玻璃上，发出沙沙的响。我看向墙上的日历，我的手指开始发抖。日期是6月12日，距离那场把世界泡成汪洋的暴雨还有1个月。前世的今天，我还在城里的设计院加班，对着电脑画着永远画不完的图纸。母亲打了3个电话，我都没接。等我终于腾出时间回矿场时，已经是3天后，雨下的连矿场门口的路牌都看不清了。后来的事像一场噩梦，矿场下游的河水漫上来，矿场里停水停电，直到雨水漫过1层楼高，我们才察觉不对。可是为时已晚，我猛地回神，活着，我真的活着！我几乎是跌撞着冲下楼，穿过堆着矿用钢管的院子。这是我们林家经营了30年的矿场，从爷爷那辈传到父亲手里。去年我爸正式把1半股份转到我名下，说让我学着当家。厨房飘来煎蛋的香味，我爸正坐在桌边，手里拿着矿场的设备清单，眉头微微皱着。怎么了这是？眼睛肿得跟核桃似的，还哭了。我妈端着粥走过来，伸手想擦我的眼泪，我抓住她的手，又转向父亲，声音因为激动而发颤：爸妈，别吃了，听我说，我们只有1个月的时间，必须把矿场那几十辆重型矿车改成堡垒，还要把仓库里的粮食、汽油全囤上。暴雨要来了，能淹了整个低地的大暴雨。父亲放下清单，指节敲了敲桌子：默默，你是不是最近跟设计院的项目太累了？说什么胡话呢？咱们矿场的气象站就报这几天下片小雨。我急得抓住他的胳膊，把前世刻在骨子里的细节道出来。父亲的眉头拧得更紧，却没再反驳。他知道我从小就跟着他在矿场转，从不拿矿场的事说瞎话。他沉默了几秒，抓起椅背上的外套：走，去维修车间，先把重载矿车开出来。老周跟了我20年，让他带着2个靠谱的徒弟过来，咱们自家的矿场想改什么都方便。母亲没多问，转身进了卧室，很快抱出一个铁盒子，里面是家里的存折和矿场最近的营收款。我跟你去镇上采购，列个清单，别落下东西。我看着母亲的背影，鼻尖一酸，前世他就是这样，永远无条件相信我和父亲，哪怕天塌下来，也会安安静静的把该做的事做好。我立刻掏出纸笔，凭着前世记忆写清单，一时间大脑空白，还是直接盘下仓储超市吧。药品要抗生素、止泻带、退烧药，工具得买防水手电筒、备用电池、钢钎、扳手，还要防水布和加厚睡袋，各种户外用品。母亲把清单折好塞进兜里，父亲开着矿场的皮卡车，我们一家3口往超市赶。车刚停好，就见超市门口有人扛着米面袋往家跑。零星的小雨已经让不少人慌了，我们直奔最大的户外用品店，推了3辆购物车，从店里出来，我们又去了5金店。父亲跟老板熟，直接要了20把矿用钢钎，要最粗的，能当雨器用。我则选了10个防水手电筒、5组备用电池，还有3大卷防水胶带和2顶加厚防水帐篷。最后去了药店，往回走时雨已经大了些，车窗上的雨刷器不停摆动。父亲把车开得飞快，路过镇上加油站时，我看见里面已经排起了长队，心里庆幸，幸好我家仓库有3个储油罐，有足够的汽油、柴油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们一边改车一边补充采购。我爸并购了几个彩钢坊，准备安装在卡车后部，又去邻镇的粮油店又囤了200斤大米，去农资店买了10斤脱水蔬菜种子，甚至还去废品站淘了2个旧冰箱。我爸说矿车能装发电机，直到第7天，卡车堡垒终于改装好了。矿车堡垒的核心由数十辆重型矿用卡车改造而成，这些卡车的底盘被并排焊接，形成一个巨大而坚固的移动平台。平台之上，用密封的集装箱和厚钢板搭建起了数层高的封闭式建筑。最前端的车体是指挥与动力核心，是装有防弹玻璃的驾驶室，外部安装20块 100W 的太阳能板和水力发电机，可以给屋内提供电力。中间部分是生活起居区，由多个彩钢房改造而成。房间正中央挂着水晶吊灯，窗户也换成了落地窗，可以直接查看菜地的情况。屋内安装了恒温系统，保证屋内的温度适宜。2个房间都配有大床和储物柜，一条贯穿的中央走廊连接了2个卧室。浴室内部安装了污水净化器，可以把污水直接转化为生活用水。关于上厕所问题，我在角落搭建了简易储水系统，通过简易水泵链接马桶，实现冲水自由。紧接着隔壁屋是储物室，储物室内有多排货架，冰柜则放在墙角处。我们把所有物资排放的整列有序，以便紧急情况下寻找。所有药品类摆列一侧，所有食物类摆列另一侧。
平台的中间则是一个巨大的过滤喷泉，喷泉底部安装多条过滤水管，链接厨房的蓄水池，收集雨水后过滤成饮用水。我还买了些营养土铺在平台上，改成大片菜地，作为末世的一大食物供给，可以在上面种植各类蔬菜。时间一晃已经半个月，水位已经没过小腿，我们的卡车堡垒完成了最后的收尾。果然清溪村被山洪淹了，文里只说是局部灾害，但矿场里的人都慌了，有人来求我们带他们走。我爸看着我摇了摇头，雨突然变成瓢泼大雨，砸在卡车堡垒的钢板上。我坐在副驾，手无意识地摸着车门内侧，这是用矿场最厚的特种钢板焊的，厚陡的平台从后视镜里只能看到一角。矿场门口的路积了半米深的水。我妈最后检查了一遍物资，走。我爸的声音很沉，卡车发动机轰鸣起来，轮胎碾过积水，溅起2米高的水花。车窗外有人拍着钢板喊林老板带上我，有人追着车跑，但我知道我们必须往前走。雨刮器疯狂摆动，却还是赶不上暴雨的速度。前挡风玻璃上始终蒙着一层白茫茫的水膜，只能隐约看见前方公路的轮廓。我爸把车速压到每小时30公里，还有2公里到清溪村后山的岔口，前面就是后山的山路了。我记得前世这里有段路会塌方，我突然想起前世的记忆，赶紧提醒父亲，大概再走1公里，有块大石板悬在半山腰，下面的路面容易塌。父亲放慢车速，打开车窗探出头看了看，雨下得这么大，说不定他方提前了。你盯着点左边的山体，有情况立刻说。果然，走了大概500米，就看见前面的路面有一道裂缝，裂缝上方的山体上，一块磨盘大的石板悬在半空，下面的路面已经塌了一小半，积水正从裂缝里往下渗。爸，就是这儿，石板下面的路塌了一块。父亲点点头，把方向盘往右边打。我屏住呼吸，盯着那块石板，生怕它突然掉下来。车厢里很静，只有引擎的低吼声和雨打在钢板上的声音。终于，卡车完全驶过了塌方处，我松了口气。父亲把车停在前面的平坦处，下车检查了一下轮胎，这是他特意换的防穿刺越野胎。矿场里拉重型设备都用这种。父亲上车后说：“咱们再往前开一段，到省道上找个地方停会儿，让你妈煮点热粥暖和暖和。”母亲从后座拿出保温桶，笑着说：“我早就把米泡上了，就等找个安全的地方煮。储物间里还有昨天买的酱牛肉，切一点拌在粥里。”我看向窗外，雨好像小了一点，卡车堡垒还在继续往前驶，引擎声在空旷的山路上回荡。我知道前面的省道上还会有未知的危险，可能会遇到更多想抢物资的人，也可能会遇到更严重的塌方，但我不再害怕。我们有最结实的卡车，有够吃的物资，还有彼此。粥的米香刚从通风口飘出来，我和我爸进到屋里，远处就传来轰轰的声响，不是雷声，是洪水裹挟着泥沙的咆哮。我手里的搪瓷碗差点没拿稳，抬头看向父亲，是山洪。我爸的声音比平时沉了几分，咱们得赶紧找地方躲。我妈也从厨房里跑出来，手里还攥着刚切好的酱牛肉，脸色发白。那声音越来越近了，咱们往哪儿躲啊？省道两边都是平路，没地方挡。我突然想起前世的记忆，大概在这条省道往前3公里，有个废弃的铁路隧道。当年暴雨时，有幸存者躲在里面逃过了山洪。我赶紧掏出口袋里的简易地图，指着上面的标记：“爸，往前3公里有个废弃隧道，隧道口高，洪水淹不到。咱们去那儿躲。”我爸接过地图看了一眼，立刻回到车里。卡车的引擎重新轰鸣起来，巨型轮胎在积水的省道上加速。远处的地平线上已经泛起了浑浊的黄色，那是洪水的前锋，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逼近。后斗的种植区，防水布被风吹开了。我妈突然在后斗喊起来，我顺着铁梯爬向后斗，风裹着雨砸在脸上，像小石子一样疼。种植区的土已经湿成了泥，有几小撮正顺着车斗边缘往下滑。我赶紧蹲下来，先把掀起的防水布拉回原位，再用绳子一圈圈绕着栏杆绑紧，手指被绳子勒得发红，也不敢松劲。这是我妈盼着能发芽的青菜籽，是我们在末日里的一点生机。洪水已经离我们不到1公里了，浑浊的水面上飘着树枝和碎石。快到了，前面就是隧道口。我爸指着前方，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，果然远处的山壁上有个黑漆漆的洞口，那就是废弃隧道。卡车冲进隧道的瞬间，身后的山洪也追到了隧道口，浑浊的洪水拍在洞口的石壁上，溅起的水花打在卡车尾部。我们3个都松了口气。我爸先缓过劲来，下车检查隧道口的情况。隧道挺深的，里面干燥，暂时安全。我们一同回到屋里，准备在这些一晚。路过菜地时，我妈蹲下来，小心翼翼地拨开一点土，突然笑了：“默默，你看，有几颗菜籽好像发芽了。”我凑过去一看，果然土面上冒出了几颗针尖大的绿芽，在昏暗的隧道里显得格外显眼。进去后，我妈去厨房继续煮刚才没煮好的粥。粥好了，快来吃。我妈的声音从厨房里传来。我们3个围坐在厨房的小桌子旁，喝着热粥，就着酱牛肉。虽然环境简陋，但心里却暖暖的。咱们在这儿歇一晚，
明天再走。父亲放下碗，明天得先去前面的服务区看看，看看还有没有什么能囤的。我点点头，想起前世这个服务区被几个拿着刀的混混占了，他们抢了所有幸存者的物资，还放火烧了加油站。突然，隧道口传来一阵轻微的声响，像是有东西在蹭石壁。我们三个瞬间安静下来，轻抓起放在桌边的钢钎。母亲悄悄躲到储物间门，守着里面的物资。谁在外面？父亲朝着隧道口喊了一声，声音在隧道里回荡，外面没有回应，只有风吹过洞口的呜呜声，还有洪水拍击石壁的声响。父亲示意我跟在他后面，慢慢朝洞口走。手电筒的光扫过洞口，除了浑浊的洪水和飘在水面的树枝，什么都没有。回到屋里，母亲已经把剩下的粥装进保温桶。我躺在卧室的床垫上，听着隔壁父亲和母亲小声说话的声音，心里很踏实。虽然明天还有未知的危险，我摸了摸口袋里的简易地图，上面标记着下一个目标服务区，再往后就是通往高原的盘山公路。外面的雨还在下，但隧道里很温暖。我闭上眼睛，期待着暴雨可以小一点。第二天清晨，我爸早早起来检查了卡车的车况。走吧，趁洪水退了点，我们去下一个地方看看。卡车缓缓驶出隧道，外面的雨果然小了些。我爸把车速控制在40公里，眼睛不停扫过路边的废弃车辆，那些大多是前几天被洪水冲坏的，里面说不定还留着有用的东西。但我们没敢停，怕耽误时间。离服务区还有500米时，我就看见加油机旁搭着几个破旧的帐篷，果然有人。我爸压低声音，随即打方向盘拐进旁边的岔路。这服务区应该被混混占了，你看还放火烧了加油机，咱们别往枪口上撞。我点点头。岔路是条废弃的乡村公路，路面坑洼但积水浅，走了大概2小时，我们找到了一片废弃的农村房，打算在这歇歇脚。我妈从厨房探出头，手里还攥着块揉好的面团。我看这块雨下的不是特别大，咱们今晚在这歇一晚吧，正好蒸点馒头，总吃饼干也腻。我应了声就去种植区，昨天绑紧的防水布没松，掀开一角，湿润的泥土里冒出了好几颗嫩绿的芽尖。我妈擦了擦手上的面粉，走过来，蹲在旁边看了半天，眼里满是笑意。还是你上次绑的防水不好，又能挡雨又透气，等咱们到了高原，找块平整的地，就能把这些小苗移栽过去，到时候能长得快点。我爸没凑过来，正蹲在卡车轮胎旁，手里拿着块抹布擦轮毂上的泥。他总说车是咱们的命，得好好护着。之前赶路时见的泥点，这会儿有空了就仔细擦干净。我妈在厨房里忙活着蒸馒头，气灶的火苗蓝悠悠的，面团在蒸笼里慢慢发起来，飘出淡淡的麦香。我帮着她把酱牛肉切成片，放在盘子里，又从储物间拿出之前囤的黄瓜。馒头快熟了，默默去叫你爸进来吃饭。我妈掀开蒸笼盖，白色的热气冒出来。我跑过去时，我爸刚把最后一个轮胎擦干净，正坐在石头上喝茶。那是他从家里带的老普洱，用保温杯泡着，走哪儿带哪儿。我拉着他的胳膊往屋里走，我们3个围坐在厨房的桌子旁。我妈把刚出锅的馒头递过来，还热乎着。我爸就着酱牛肉喝了口茶，笑着说：“还是家里的馒头好吃，比外面买的香。”我夹了片黄瓜放在嘴里，脆生生的，心里突然觉得踏实。虽然外面是末日暴雨，不知道明天还会遇到什么，但此刻有热乎的饭，有爸妈在身边。吃完饭，我妈收拾碗筷，我和我爸坐在平台上看雨。明天咱们往南走，过了前面的服务区，能上盘山公路了。我爸指着地图上的标记，语气很轻。听说盘山公路那边雨小些，说不定能看见太阳。我妈走过来，手里拿着件织了一半的毛衣。这是之前给你织的，没织完就赶上暴雨了，没啥事可以接着织。到了高原肯定冷，这件毛衣能穿。我们3个就坐在平台上聊着天，听着雨。我妈织着毛衣，我爸偶尔喝口茶，我则想着种植区的小苗，想着到了高原后的日子，说不定能找块有阳光的地，种上青菜，养几只鸡，像以前在矿场那样过安稳的日子。第二天早上，我是被我妈叫起来的。只见远处的洪水如猛兽般汹涌，默默快起来，我们得赶紧出发了。洪水已经没过窗户了，再不走我们的堡垒就危险了。来不及多想，我们出发下一个地方。行驶在盘山公路，看着窗外的山景，远处的山谷里飘着薄雾，带着点荒凉。咱们这一路顺的，雨停了，路也没塌。我爸握着方向盘，语气里带着轻松。盘山公路往上走，海拔越来越高，风也越来越凉。我爸突然放慢了车速，指着前方路边的一块石碑，前面就是我说的山泉补给点了。之前我跑运输时来过，泉水干净，还能直接喝。卡车停在石碑旁的空地上，我跟着我爸跳下车，拿起2个塑料水桶往山泉边跑。山泉藏在石碑后面的竹林里，水流从岩石缝里渗出来，汇成了一小片水洼，清澈的能看见水底的鹅卵石。我爸提着2个装满水的桶走回来，额头上渗着细汗。我再去接2桶，储水罐能装不少呢。我刚要跟着他去，脚下却踢到了个东西，是个空的罐头盒，铁皮的，上面印着陌生的图案，不是我们囤货时见过的任何品牌。我弯腰捡起
起来，发现罐头盒的边缘还很新，没有生锈，显然是最近才被丢弃的。爸，你看这个。我拿着罐头盒跑过去，我爸接过罐头盒翻来覆去看了看，眉头皱了起来。奇怪，这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，除了咱们，怎么会有别人来？母亲也凑过来看，脸色有点发白。会不会是其他幸存者？我心里突然有点发紧，往山泉边的竹林里走了几步，竟看到了几串新鲜的脚印，不是我们的运动鞋印，是那种厚重的登山靴印，而且不止一双，顺着竹林往深处延伸，消失在茂密的竹子后面。我爸立刻抓起钢钎，快步走到我身边。别往里走，小心有埋伏，咱们赶紧把水装完离开这儿。我妈也不敢再去接水，我和我爸盯着竹林的方向，钢钎握在手里，指节有点发白，不知道那些脚印的主人是谁，是友善的幸存者，还是来者不善的人。就在这时，我眼角的余光瞥见竹林深处有一点反光，一闪而过，像是望远镜的镜片在阳光下的反射。爸，那边有反光！我赶紧指给我爸看，好像有人在盯着咱们。我爸的脸色沉了下来，他拉着我往车的方向退，我们三个飞快地跳上车。远处突然传来一阵轰隆声，山洪的水位猛地开始上涨。我爸立刻发动引擎，可就在这时，车身突然一顿，像是被什么东西绊住。我爸踩了踩油门，引擎发出闷响，车却没动。怎么啦？我趴在车窗边看，发现右后轮的轮胎瘪了。有人故意扎咱们的车。我爸咬着牙推开车门就要下去换轮胎，我一把拉住他，爸，别下去，竹林里的人还在，说不定等着咱们下车呢。我往车底看了一眼，突然发现车底的钢板上贴着一张纸条，用石头压着，字迹潦草却透着威胁，想要安全离开，留下一半物资放在山泉边的石碑旁，别耍花样，我们盯着你们呢。纸条上没有署名，也没说有多少人。我拿着纸条递给我爸妈，三个人的脸色都沉了下来。竹林深处静悄悄的，没有一点声音，可我们都知道有双眼睛正盯着我们。我们被困在盘山公路的山泉边，车胎被扎，物资被觊觎，不知道竹林里藏着多少人，也不知道他们会不会用更狠的手段。竹林深处的反光又闪了一下，这一次比刚才更亮更近了。我们三个都屏住了呼吸，盯着那片茂密的竹林。母亲突然拉了拉我的胳膊，声音压得很低，咱们储物间里不是有几箱空罐头盒吗？还有我之前穿旧的毛衣和你爸的破工装，要不咱们装成物资给他们？我眼睛一亮，这主意可行。空罐头盒外面套上装过压缩饼干的包装袋，旧衣服塞得鼓鼓囊囊，远看就像真的物资。我爸也点了头，声音里少了几分紧绷。就这么办，我先去拿千斤顶换轮胎，你俩赶紧收拾假物资，动作快，别让他们等急了起疑心。我爸很快拖出了矿场用的液压千斤顶，我和我妈则钻进储物间，把空罐头盒塞进帆布袋，又把几件旧衣服揉成团塞进去，甚至还放了半袋已经受潮的玉米面，最后用绳子把袋子捆紧，看起来沉甸甸的，像极了真的粮食包。我抱着假物资站在车边，眼睛盯着竹林的方向，那片竹子长得密，我去送。我咬了咬牙，不等我爸开口就往前走。你们盯着我，要是有危险就按喇叭，咱们的高压水枪还能用。山泉边的石碑很显眼，我把假物资放在石碑下，故意磨蹭着系了系鞋带，眼角余光往竹林里扫，终于看清了，竹林深处站着两个人，一男一女，女的怀里还抱着个东西，像是个孩子，裹在厚厚的毯子里。我心里咯噔一下。回到车上时，我爸已经把新轮胎装好了，我看到的告诉他们是一对夫妻，还带着孩子。母亲叹了口气，往竹林的方向看了一眼，要不我们带他们一段吧。我和我爸低头沉思了一会，说走吧，末世不当大善人，我们总不能一直救人，首先应该顾好自己。我爸发动了引擎，卡车缓缓往前挪了挪，却没立刻开走。我们坐在车里，看着石碑的方向，过了大概5分钟，那对夫妻才从竹林里走出来。男的警惕地环顾四周，女的快步抱起假物资。可就当他们准备返回竹林时，突然竹林上游方向轰隆一声，洪水翻涌下来，裹着折断的树干、废弃的木桶，浑浊的水浪直接盖过那对夫妻，他们的身影消失在洪水里。快走！我爸猛地踩下油门，来不及多想，我们直接驶离。海拔越来越高，风里带着凉意，刚刚的景象使我们后怕，还未镇定下来。我爸突然指着前方说：前面好像有东西。我爸突然放慢了车速，我往前一看，只见弯道后面的公路上横放着几根碗口粗的树干，树干上还绑着一块铁皮，铁皮上用红漆画着个奇怪的标记，像个倒过来的 Y， 下面还画了3道横线。谁会在这儿放路障？我妈也凑过来看，脸色有点变。这标记看着怪吓人的。我爸把车停在离路障10米远的地方，没敢再往前开。他拿起望远镜往路障后面看，公路对面的山坡上隐约能看到几个帐篷的影子。帐篷至少有3顶，看起来像是个临时营地，不知道是好人还是坏人。我心里越发紧，前世的记忆里没听说过盘山公路上有这样的营地。风刮过铁皮，发出哗啦的声响。我爸盯着路障后面的帐篷，一时间没了主意。我突然发现铁皮上的红漆还没完全干，用指甲刮一下能蹭掉一点。这路障是刚设置没多久的。就在我们打算在车里静观其变时，突然路障后面传来了脚步声，有人从帐篷里走出来了，是个穿军绿色外套的男人，手里没拿武器，却举着一块牌子，牌子上写着一行字：要去高原必须登记，禁止携带多余物资。那个穿军绿色外套的男人越走越近，他身后还跟着2个人，都站在路障旁边，没再往前。他们的目光像扫雷似的，从车头扫到后斗，最后停在了平台上。
登记什么？我爸的声音尽量平静。我们就一家3口去高原找活路，没带多余东西。男人把牌子放下，露出胳膊上的红袖章，上面用黑笔写着高原前哨，字迹却歪歪扭扭，不像官方印的。他递过来一个破旧的笔记本，笔尖都快磨平了。高原基地物资紧张，多余的物资得留下统一分配，不然不让过。我爸的手指在方向盘上敲了敲，眼神扫过路障后的3个人，他们站得松散。他突然笑了一声，声音透过车窗传出去：登记可以，要物资不行。我们要去高原，没物资走不到。穿军绿外套的男人脸色沉下来，往前迈了2步。这是规矩，高原基地那边缺物资，所有往高原去的都得交一半。你们要是不配合，就别想过这个弯道。我爸懒得跟他废话，猛地踩下油门，引擎发出低沉的轰鸣。黄色卡车的巨型轮胎在湿滑的路面上打滑了一下，接着就像头失控的巨兽朝着路障冲过去。路障后的3个人脸色骤变，穿军绿外套的男人还想举着木棍拦，可看着卡车冲过来的势头，腿一软就往旁边躲。另外2个人也慌了，连滚带爬的退到公路边的草丛里。哐当一声巨响，黄色卡车车头直接撞向横放的树干，陡粗的树干像火柴棍一样被撞飞，砸在旁边的山坡上，溅起一片泥土。黄色卡车冲上弯道，车身在转弯时倾斜了一下。过了弯道，视野突然开阔起来，远处的山尖上隐约能看到一点白色的标记，那是高原基地的指示牌。海拔越来越高，空气里的潮湿感渐渐淡了。快到了！母亲把水壶塞进包里，开始整理车上的小包裹，里面装着我们仅剩的一点干净衣物。就在我们都沉浸在即将抵达的安稳里时，前方围栏旁突然走出2个穿深蓝色制服的人。我爸缓缓停下车，其中一个高个子守卫走过来，隔着车窗看了看我们。你们是从哪里过来的？基地有规定，外来幸存者一律不得入内。父亲把车窗降下一点，语气尽量平和。我们从山下矿场来，走了10几天，一路躲山洪，绕路障，就是奔着基地来的。基地全淹了，我们实在没地方去，能不能通融一下？我们带了够自己吃的物资，不跟基地抢粮食，真不行。守卫叹了口气，往岗亭的方向指了指。你们看，岗亭后面的公告栏贴了通知，3天前就开始劝返外来者了。我们也是按规矩办事，要是放你们进去，我就得被撤职。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过去，公告栏上果然贴着一张泛黄的纸，只能看清禁止入内，自行寻找安置点几个字。我们一路闯过那么多难关，躲过山洪，冲过关卡，以为到了高原就能安稳，没想到连基地的门都进不去。我爸沉默了几秒，没有再争辩。他知道末日里的规矩都带着无奈，争辩也没用。他看着守卫，声音很轻：那请问你们知道附近还有开阔地吗？我们的车太大了，有没有地方停？守卫想了想，从口袋里掏出张皱巴巴的地图，递过来。西南走大概20公里，有个废弃的牧场，以前是养牦牛的。牧场旁边有股山泉，冬天也不结冰，你们可以去那边看看。我爸接过地图，小心地折好放进兜里，对着守卫点了点头。谢谢了。守卫没再多说，示意我们往旁边的岔路走，那是去牧场的方向，与基地大门正好相反。就在我们打算离开时，基地的警报突然响了。洪水已经涨到基地预警的水位线了，所有守卫都纷纷往基地里跑去。我们见状也赶紧驶离基地，去往更高更开阔的地带。行驶了大概2个多小时，巨型轮胎碾过碎石路，渐渐能看到远处冈仁波齐的轮廓。青黑色的山体在雨雾中若隐若现，山顶被云层裹着，却透着一股沉稳的气质。突然，我爸踩下刹车，指着前方：你看，到了。我往前一看，瞬间忘了失落，这里的地面比周围高出一截，雨水顺着坡地的沟壑往低处流，连地表的碎石都只是微微湿润。就停在这儿吧。我爸熄了引擎，后斗的大平台早被我们改造成了一栋小家。我妈从厨房里往外搬折叠桌，支在平台中间，摆上了罐头、压缩饼干。我们找来支架，搭起个简易遮阳棚，整好一切后，我们3个围着桌子坐下。以前总听人说冈仁波齐是圣山，没想到咱们会在末日里来这儿。母亲咬了口饼干，笑着看我：你看咱们这卡车堡垒，走到哪儿都是家，比在基地里受约束强多了。我点点头，看着菜地的小苗。父亲喝了口热水，指了指远处的山涧。明天我去前面探探路，看看有没有其他水源，再找找有没有能吃的野菜。咱们总吃罐头也不行，得给你妈和你补点新鲜的。第2天一早，雾也渐散了些，冈仁波齐的山间清晰了许多。父亲背着背包去探路，我和母亲留在下打理菜地。他给番茄秧搭了竹架，我则把昨天采的野葱种在菜地角落，想着以后做饭能随时摘。中午时，父亲回来了，背包里装着半袋野蘑菇和几颗荠菜。母亲眼睛一亮，立刻从储物间里翻出面粉，我帮着他和面，父亲则在旁边摘蘑菇。平台上满是面粉的香气，比任何时候都像个正经的家。傍晚时，饺子煮好了，我们坐在遮阳棚下，
就着山泉水吃饺子，野蘑菇的鲜混着荠菜的清香，比在矿场时吃的任何一顿饭都香。父亲看着远处的山，突然说：“咱们以后就跟着卡车堡垒走，哪儿安全就停哪儿，有菜地，有物资，有你们娘俩比啥都强。”我和母亲都没说话，却用力点了点头。夜色慢慢漫上来，我们把折叠桌收进厨房。我爸打开应急灯，灯光照在菜地上，小苗在夜里也像在悄悄生长。我坐在椅子上，看着刚人拨起的星空。这是末日以来我第一次看见这么多星星，亮得像洒在黑布上的碎钻。就在这时，远处突然传来一阵轻微的引擎声。爸立刻关掉应急灯，我们3个都屏住了呼吸，盯着声音传来的方向，直到引擎声渐渐远了，我们才松了口气。第二天天刚亮，又飘起了小雨，细密的雨丝落在遮阳棚上，沙沙响得像在哼小调。我妈早早就起了，在厨房里忙活，昨天剩的野蘑菇和面粉还够，她想烙几张饼当早饭，顺便煮点野菜汤。我蹲在菜地边，发现番茄秧的叶子上沾了些黏糊糊的东西，仔细一看，是几只小青虫在啃叶子。妈，番茄秧长虫了！我急着喊他，我妈擦着手从厨房出来，蹲下来看了看，倒没慌。没事，山里的小青虫，用手捏了就行，说明咱们的菜新鲜。说着就伸手轻轻捏掉一只虫子。我们娘俩蹲在菜地里，一边清理虫子一边聊天。我妈说，以前在矿场种小菜园时，也总遇到这种虫，都是这么手工清理。我看着她指尖沾着的泥土，忽然觉得，就算在末日里能有这样的雨日清晨，能一起打理几株菜，也是难得的安稳。我爸则扛着铁锹去了山涧。昨天取水时发现涧边的水道有点淤塞，要是雨再下大，水流可能会改道，得提前清理干净。我清理完虫子，也跟着过去帮忙。只见我爸已经挖开了淤塞的泥块，露出下面的鹅卵石，山泉水顺着清理好的水道流得更顺了，溅起的水花带着凉意。哎，帮我把这些石头搬到旁边，铺在水边，免得下次又淤住。我爸递给我一块扁平的石头，我接过石头，放在水道边缘，看着清澈的泉水流过，心里突然想起前世在洪水里挣扎的日子，那时连干净的水都喝不上，哪敢想现在还能这样安稳地打理水道，浇灌菜地。中午时，雨停了会儿，我妈烙的蘑菇饼飘着香，我们坐在遮阳棚下吃饭，就着野菜汤，暖乎乎的。我爸咬了口饼，说：“下午我去松树林里再捡点蘑菇，顺便看看能不能找到点干柴，咱们可以烧点火，暖和又可以防止小动物来捣乱。”我立刻举手，我跟你一起去，我能帮着捡。我妈笑着点头。那你们注意安全，别走太远，要是再下雨就赶紧回来。树林里离我们驻扎的位置不算远，走了20多分钟就到了。林子里的空气更清新，我爸教我辨认能吃的蘑菇。你看这种伞盖是褐色的，下面的菌褶是白色的，就是能吃的。要是伞盖颜色太艳，或者菌褶发黑，就不能碰。我们捡了半袋蘑菇，我爸又砍了几根枯树枝，都是已经干透的，容易烧。我抱着树枝跟在他后面，突然发现林子边有几株开着小黄花的植物，叶子像锯齿。爸，这是什么？我爸走过来一看，眼睛亮了。是野油菜，嫩叶能当菜吃，老了还能榨油。咱们挖几株回去种在菜地里，有多样吃的。说着就拿出小铲子，小心地挖起野油菜，连带着根部的土一起，生怕伤了根。回到平台上时，又开始飘小雨。我妈已经把菜地边的空地翻松了，我们把野油菜种进去，浇上山泉水，看着新栽的小苗立在雨里，心里满是盼头。我爸则把捡来的干柴堆在工具间旁边，用防水布盖好，免得受潮。傍晚，我妈用新挖的野油菜炒了蘑菇，还煮了红薯粥。红薯是之前囤的，放在储物间的阴凉处，还很新鲜。睡前，父亲检查了卡车堡垒的轮胎和引擎，确认没问题后，又去看了看菜地。今天种的野油菜得留意着，明天再浇次水，应该能活。我躺在床上，看着窗外的雨丝，心里很踏实。在冈仁波齐的山脚下，伴着雨声，慢慢经营着属于我们的小日子。只是半夜时，我隐约听见远处传来几声不知名的鸟叫，和着雨声，在寂静的山里显得格外清晰。第二天早上，雨停了大半，只剩零星的雨珠从遮阳棚上往下滴，可清晨的空气却比往常更稀薄。我刚爬起来整理菜地，就听见母亲那边轻喊：“默默，你爸好像不太舒服。”我赶紧跑过去，只见父亲靠在椅子上，脸色有点发白，额头渗着细汗，手里还攥着水杯。我伸手碰了碰他的额头，不烫，却能感觉到他的手在轻微发颤。我爸想坐直身子，却闷咳了2声。可能是高原反应吧，这地方海拔比咱们之前待的平原高不少。我妈已经翻出了储物间的医药箱，里面有之前在镇上药店囤的氧气瓶。当时想着万一矿场有人受伤能用，没想到现在派上了用场。我妈赶紧把氧气瓶的面罩递到他嘴边。我之前听人说，高原反应可不能硬扛，轻则头痛，重则会出事。
去。我爸吸了几口氧，脸色慢慢缓过来些，却还是没力气。昨天不该树林走那么远，回来就觉得有点闷，想着歇一晚就好，没想到今早更重了。我突然想起自己早上整理菜地时，也觉得弯腰时有点气短，只是没当回事。原来我也有点轻微的反应，只是没我爸的明显。看我爸好了点，我妈这才去厨房把昨天的粥热了热，端到我爸面前。先喝碗热粥，补充点力气。今天咱们都别出门，就在屋里歇着。我看着我妈端着粥的背影，心里有点愧疚。平时都是爸妈照顾我，在我爸不舒服，我得帮着多分担。等我妈浇完菜地回来，我已经把房间里的被子叠好，还烧了壶热水，倒在保温杯里递给我爸。爸，多喝点热水，舒服点。我爸接过水杯，笑了笑。咱们默默长大了，会照顾人了。他喝了口水，又看向菜地。番茄秧别忘给它松松土，昨天清理了虫，今天该长新叶子了。我知道，等会儿我去看看。我赶紧应下来，怕他担心。中午时，我爸的头痛好多了，只是还不能剧烈活动，靠在折叠椅上看着我打理菜地，蹲在番茄秧旁轻轻剥掉枯叶。我妈则在厨房煮红糖姜茶，说能驱寒，还能补点气血，缓解高原反应。我爸突然指着菜地角落，你看那棵野油菜，昨天栽的，今天就立住了，没蔫，这土还挺养菜。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，野油菜的叶子果然舒展了些，不再是刚栽时的蔫软，心里也跟着松了口气。傍晚时，空气好像比早上浓了点，我气短的症状也轻了。我妈做了满满一大桌子菜，有鱼香肉丝、盐水鸭、油爆大虾、清蒸翅子，说是给我和我爸补补。之前一直漂泊不稳定，这些都不舍得吃，怕吃没了。这回在这驻扎了不一样，想吃什么野味还可以自己去抓。我们三个围坐在小桌旁，慢慢吃着。明天要是我好点，就去山涧那边看看，昨天清理的水道别又堵了，不然取水不方便。我跟你一起去。我立刻说，我现在没事了，能帮你递工具。睡前我帮父亲换了新的氧气面罩，让他再吸会儿氧。我妈则把明天要穿的衣服叠好放在旁边，说早晚温差大，别着凉加重反应。菜地里应急灯的光照着小苗，叶子上还沾着白天的雨珠，在灯光下闪着微光。高原反应让我们有点措手不及。但幸好我们有囤好的药和氧气瓶，有彼此互相照顾，没什么过不去的。只是不知道明天天气怎么样，父亲的身体能不能彻底好起来。这些小小的担忧混在夜里的寂静里，却不觉得焦虑。窗外的星星又出来了，比前几天更亮些。透过小窗能看见冈仁波齐的山间在夜色里像个安静的守护者。我想着明天的事，不知不觉闭上了眼。第二天清晨又下起了小雨，细细密密织在冈仁波齐的山雾里，把遮阳棚浸得发潮。我推开就闻见厨房飘来的药香，我妈在给父亲煮缓解高原反应的草药，是昨天在树林边随手采的黄芩。她说老辈人都用这个治气短，没想到真派上了用场。你爸醒了？我妈手里搅着药锅，头也没抬。我刚摸了他的额头，不烧了，就是说话还轻点。你去看看他想不想喝碗热粥。他正靠在枕头上看窗外的菜地，眼神落在那几株野油菜上。爸，感觉怎么样？我坐在床边摸了摸他的手腕，脉搏比昨天稳多了。正说着，我妈端着药走进来，药碗里飘着黄芩的苦味，却熬得稠稠的。先把药喝了，再喝粥。她把碗递到父亲手里，这药得连喝3天，巩固巩固，别回头又犯了。吃过早饭，我妈掀开储水罐的盖子看了看，眉头皱了皱。水剩的不多了，得去山涧再取点。默默，你跟我去，你爸在这儿看着菜地，别走远。我扛着2个空水桶跟在我妈身后。山涧的路比昨天滑，雨丝把石头润得发亮。走到涧边才发现水流比昨天浑浊了些，得过滤一下，不然存久了会堵储水罐的管子。我妈从口袋里掏出块粗纱布，是用旧衣服改的，铺在水桶口。你帮我扶着桶，我来接水。水流顺着纱布渗进桶里，细沙被滤在布上。母亲时不时把纱布上的沙倒掉，动作慢悠悠的。你看这水虽然浑点，却是活的，比咱们在省道喝的积水干净多了。她指着涧底的鹅卵石。等雨停了，咱们来这儿洗洗衣服，总比在车里用储水方便。装满2桶水往回走时，我突然瞥见涧边的草丛里有几株绿色的小苗，叶子圆圆的，像小时候见过的薄荷。妈，你看这个是不是薄荷？我蹲下来指给她看，母亲凑过来一看，眼睛亮了。还真是，薄荷能泡水喝，还能驱蚊子。挖几株回去种在菜地边正好。我们小心地挖了3株薄荷，连土带根包在塑料袋里，想着种在番茄秧旁边，正好做个伴。回去时，父亲正坐在折叠椅上，里拿着小铲子给青菜苗松土。你们回来的正好，他朝我们招手，快来看，番茄秧长花苞了。我赶紧跑过去，果然每株番茄秧的顶端都顶着几个小小的绿花苞，像米粒似的，藏在叶子中间，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。这才种了几天就开花了，我惊喜的小声喊，怕吹口气把花苞吹掉。我妈也凑过来看，笑着说，是咱们的土好，又浇了山泉水，长得快，等花落了就能挂果，到时候咱们就能吃新鲜番茄了。中午煮了薄荷水，凉凉的。我妈用剩下的野蘑菇炒了青菜，虽然简单，却吃得格外香。下午雨小了些，我帮父亲整理工具间的干柴，把受潮的柴挪到遮阳棚下通风。我妈则坐在平台上缝补我的旧衣服。傍晚时，雨突然停了，山雾散了些，夕阳从云层里露出点橘色的光，
照在冈仁波齐的山尖上，像镀了层金。晚上睡觉前，我爸的高原反应好多了，他提议我们明天去山里转转。一直都听说冈仁波齐的景色好，还有快往生时，我们去找找看。带着对明天的期待，我沉沉的睡着了。第二天，爸妈早早就准备好了，我们简单吃过早饭就出发了。我妈带上水壶，以防我们在路上渴。我还把之前捡的小石子装在口袋里，想给往生石旁边摆上，算个小小的心意。我们3个沿着山涧旁的小路往山里走，走了大概半个钟头，路渐渐变陡。我爸指着前面一块凸起的岩石，看，那就是往生石了。我往前跑了2步，瞬间停住了脚。那块石头比我想象中大，足有半人高，表面被雨水冲刷得光滑温润，泛着淡淡的青灰色。阳光照在上面，能隐约看到石纹像水流一样蜿蜒。石头背靠冈仁波齐，前面是开阔的视野，能看见远处的平原在雾里铺展开。我妈走到石头旁，轻轻摸了摸石面。以前来这儿的人都会对着他祈愿，说心诚就能灵。我爸靠在石头边，望着远处，声音轻了些。咱们从平原过来时，看到不少田地被淹，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。我想起在平原上看到的那些废弃土坯房，想起田沟里的积水，还有被山洪冲毁的省道。突然想对着往生石说说话，想让那些还在平原上挣扎的人能少受点灾害的苦。我从口袋里掏出小石子，在往生石前摆成小小的一圈，双手合十，小声说：求你让平原的雨小一点吧，别再淹田地了，也让那些没找到地方躲的人能找到干净的水和吃的。风轻轻吹过，松树叶沙沙响，像是在回应。我妈走过来，摸了摸我的头，只要咱们都盼着，说不定真的能实现。我爸从背包里掏出水壶，给我们每人倒了点水。咱们能在这儿安稳下来，已经很幸运了。以后要是有机会，说不定还能回平原看看，帮着做点事。我们坐在往生石旁，聊着之前的经历，从矿场出发时的慌张，遇到山洪时的惊险，还有被高原基地拒绝时的失落。可现在看着眼前的山景，那些困难好像都变成了过眼云烟，只剩下手里温热的水壶和身边安稳的家人。你看那边，母亲突然朝着西边指去。我们顺着他指的看过去，一道小小的彩虹挂在山间。我站起来，朝着彩虹的方向挥手，心里的欢喜像药一出来。我爸也笑了，掏出手机，虽然没信号，却还能拍照。他举起手机，把往生石和彩虹都装进了镜头里。往回走时，阳光还是暖暖的。我走在父母中间，手里攥着从往生石旁捡的一小块碎石，心里踏实得很。路过山涧时，发现水流比早上清了些，涧边的薄荷长得更精神了。母亲说回去要多摘点，泡成水存着。回去时，夕阳已经开始往下沉。我把从往生石旁捡的碎石放在菜地的角落里。我妈在厨房煮着野菜汤，我爸则检查着储水罐的水。晚饭时，我还在想着往生时的样子。我妈说，只要咱们好好照顾菜地，好好过日子，就是对祈愿最好的回应。我点点头，看着碗里的野菜汤，觉得比任何时候都香。这一晚又梦到了前世被淹的场景，那种窒息感让我喘不来气。我一下子惊醒，发现天已经亮了。本来是晴天，没一会乌云就卷着雨丝压了过来，比前几次的雨都急，噼里啪啦打在遮阳棚上，震得棚布簌簌响。赶紧把菜地里的防水布盖上。我妈最先反应过来，就去储物间脱防水布。我和我爸也跟着忙活，刚把番茄秧和野油菜照好，就听见远处传来轰隆隆的水声。是山涧的水涨了。我爸脸色沉了沉，坏了，咱们之前清理的水道肯定被冲毁了，这雨再下，取水要成麻烦事。雨幕里的山涧像条翻涌的防带子，水流裹着泥沙和断树枝，比平时宽了1倍还多。之前我们取水的地方早被淹没了，连岸边的石头都看不见了。我妈赶紧去看储水罐的刻度，只剩2成了。之前想着今天再去接，没想到雨下这么急。我爸转身去工具间翻雨衣，我去前面看看能不能找到新的取水点，你们娘俩在车里等着，别出来，雨太大了。我抓起旁边的雨靴就穿，我跟你一起去，2个人能互相搭把手，万一有什么事也有个照应。我妈小兰看我态度坚决，只好把2块压缩饼干塞进我口袋。路上小心，别往水边靠太近，找不到就赶紧回来，咱们省着点用水也能撑2天。我和我爸披着雨衣往山涧上游走，雨砸在雨衣上生疼，脚下的路全是泥，每走一步都要滑一下。走了大概1公里，我爸突然停住脚，指着前面一道石缝，你看那石缝里有水流出来，应该是山泉水，没混着泥沙。我凑过去一看，果然石缝里渗出来的水是清的，顺着岩石往下滴，在下面积了个小水洼。我刚想把水桶凑过去，我爸突然拉住我，等等，你站在后面，我来接，这岩石滑，别摔下去。我爸蹲在水洼边，把水桶放在下面接水，水渗得慢，1桶水接满要10几分钟，雨还在不停下，冻得我直打哆嗦，却不敢怠慢。这是目前能找到的唯一干净水源了。接满2桶水，我爸刚想站起来，脚下突然一滑，整个人往旁边的斜坡倒去。我赶紧死死拽住他的雨衣，我爸也撑着岩石稳住身子，我们俩都吓出一身冷汗。没事吧？我声音都有点抖。我爸摇摇头，喘着汽水。没事，就是脚滑了下，
咱们赶紧回去，别让你妈担心。我声音都有点抖。往回走时，我爸拎着重的桶，让我拎轻的，还时不时回头看我有没有跟上。回到矿车上时，我妈早就在门口等着了。我妈赶紧递上热茶，冻坏了吧？快喝点热的。我们把接来的水倒进储水罐，刚松口气，我爸突然发现储水罐的底部在滴水。刚才搬水桶时，不小心撞了下罐身，把之前的小裂缝撞大了，水正顺着裂缝慢慢往外渗。我妈翻出工具箱里的防水胶和补丁，我爸则把储水罐里的水先抽到备用桶里。我们三人围着储水罐忙活了半个钟头，终于把裂缝补好。再往罐里加水时，终于不漏水了，雨渐渐小了些。我想起菜地里的番茄秧，赶紧跑过去掀开防水布，惊喜地发现好几株番茄秧的花苞已经绽开了，在雨后的空气里透着娇俏。妈，爸，番茄开花了！我喊着跑回来，拉着他们去看。我妈蹲下来，轻轻碰了碰花瓣，眼里满是笑意。总算没白照顾，这花一谢就能挂果了。我爸也笑着说，今天虽然麻烦，好歹找到新水源，补好了储水罐。晚饭时，我们煮了热粥，雨停了，天边露出点晚霞，透过窗户能看见冈仁波齐的山间又恢复了干净的灰白色。睡前，我爸检查了新找到的取水点方向，说等明天雨彻底停了，再去接几桶水，把储水罐装满。我妈则把晾干的薄荷叶子收起来。我躺在卧室里，听着外面的风声，想着今天的麻烦虽然惊险，却也让我们更知道怎么在这儿好好活下去。清晨雨彻底停了，阳光把遮阳棚顶部的水珠晒得发亮。吃过早饭，我妈说薄荷该松土了，之前种的急，土没拌匀，怕影响扎根。我扛着小铲子跟在她身后，菜地边的薄荷苗已经立得稳稳的，叶子舒展着，碰一下就沾一手清香。我蹲下来，用铲子轻轻扒开根部的土，我妈则把带来的营养土一点点混进去。这薄荷喜湿，咱们以后浇水时多往这边匀点，等长得旺了，摘点泡在粥里。正说着，风突然卷着几缕彩色的布条飘过来，挂在旁边的树枝上，是经幡。冈仁波齐山脚常能看见，有的挂在树上，有的系在石头上，风吹一次就像念一次祈愿。去把经幡解下来吧，挂在树上会缠到树枝。我妈指了指，咱们找个石头系上，也算是份心意。我跑过去系经幡，手指刚碰到布条，就听见滋滋一声轻叫。我低头一看，经幡的褶皱里裹着个小小的身影，只土拨鼠，毛被雨水打湿后贴在身上，显得格外小，后腿被经幡的绳子缠得紧紧的，脚踝处还渗着点血，正缩在树根旁发抖。妈，这儿有只土拨鼠被经幡缠住了，我赶紧喊他，怕动作太大会弄疼小家伙。我妈过来，蹲下身，轻轻拨开经幡，眼睛里满是心疼。这绳子勒得太紧了，后腿都肿了，肯定疼坏了。我爸听见动静也凑过来，看见土拨鼠时放轻了脚步。别慌，我去拿剪刀和纱布，慢慢把绳子剪开。我爸转身走时，土拨鼠又滋滋叫了2声，却没往远处。大朵该是疼得没力气了，也或许是看出我们没有恶意。我爸拿着小剪刀和干净的就纱布过来，蹲在地上，让我轻轻按住土拨鼠的前爪。我妈则扶着经幡绳子，让我爸能看清缠绕的地方。剪刀小心地剪开绳子，缠了2圈的绳子终于松了。得给它包扎下，不然伤口会发炎。我妈从医药箱里翻出碘伏，用棉签蘸着轻轻涂在土拨鼠的脚踝上。小家伙抖了抖，却没挣扎。我去厨房接了点温水，用小碟子盛着放在他面前。他闻了闻，小口小口喝了起来，黑亮的眼睛时不时瞟我们一眼，没那么怕了。咱们把它带回去吧。我看着土拨鼠喝完水又缩成一团，心里舍不得。他腿受伤了，在外面肯定活不了，咱们养几天，等他好了再放回。我妈点点头，我爸则去工具房找了个装工具的木盒子，铺了块软乎乎的旧毛巾，小心翼翼地把土拨鼠捧进去。这盒子大小正好，放在工具房角落，风也吹不着。我们把木盒子放在工具房最里面，土拨鼠在盒子里蜷了会儿，居然慢慢舒展开身子，闭上眼睛休息了。以后咱们又多了个小爸。我妈笑着说。天刚亮，我就轻手轻脚溜到工具房，手里攥着一把嫩草，这是昨天摘的，土拨鼠最爱吃的那种。可推开门的瞬间，我手里的草叶哗啦掉在地上，铺着旧毛巾的木盒子空了，角落只留下几根灰褐色的毛，还有一小块吃剩的草茎。爸妈，土拨鼠不见了！我的声音带着慌，他们听到喊声都围了过来，看着空盒子。我妈蹲下来摸了摸毛巾，还带着点余温，应该刚走没多久。你看它的毛是干的，腿肯定好利索了。我还是急，眼睛盯着工具房门口的泥土。可它才好几天，外面万一还有危险怎么办？万一又被经幡缠住，或者找不到吃的。我爸拍了拍我的肩，指着地上的痕迹。你看，这有他的脚印，朝着树林方向去的，没乱踩，走得稳，说明腿真没事了。咱们去看看，能找到就看看他的情况，找不到也别强求，野生动物总有自己的活法。妈赶紧往我口袋里塞了块压缩饼干，又拿了个装水的小瓶子。路上别跑太快，树林边的土还软，小心滑倒。要是看到它，别追，远远看着就行，别让它害怕。我们顺着脚印往树林走，晨光把脚印照得很清晰，小小的爪印，间距均匀，确实不像腿伤没好的样子。走了大概10分钟，树林的影子越来越近。
我突然瞥见前面的经幡下有个灰褐色的小身影，正低头啃着草。是他，我压低声音，拉着我爸躲在树后。土拨鼠好像没察觉我们，啃了几口草，还抬起头晃了晃耳朵，后腿蹬了蹬地面，动作灵活得很。我心里的石头刚落地，他却突然警惕地竖起耳朵，转身就往树林深处跑，只留下一道小小的影子，很快消失在树林里。别追了，我爸拉住想往前跑的我。他认出咱们了，但不想被跟着，咱们知道他好好的就行。我点点头，看着土拨鼠消失的方向，虽然有点舍不得，却也松了口气，至少它能自己找吃的，能跑能跳，比在工具房里待着自在。往回走时，我爸突然指着远处，你看那边怎么好像亮堂堂的？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过去，只见平原的尽头泛着一片水光，比之前我们看到的范围大了不少，像是有大片的水在蔓延。不对，那不是反光，是水位涨了。父亲的脸色沉了下来，拉着我往高处走了几步，视野更开阔了。之前远远看到的废弃牧民定居点，此刻有一半都浸在水里。最前面的几间土坯房，窗台已经被淹没，屋顶的茅草泡得发黑，在水里飘着碎木头和破布，显然是水位刚涨没多久，把房屋冲坏了。心里咯噔一下，想起之前在平原上看到的田沟，这水怎么会突然涨这么多？难道是低洼地区又下大雨了？父亲皱着眉，盯着远处的水色，说不定是之前的雨水攒在山谷里，现在漫出来了。你看水的颜色是浑的，带着泥沙，说明流速不慢。要是再涨，说不定会往这边漫。往回走的路上，我和我爸都沉默了。远处的水色像块沉重的石头压在心里。我想起土拨鼠跑向树林深处，不知道它会不会遇到涨水，会不会找到安全的地方。回到堡垒时，我爸立刻拿出铁锹，在车周围挖排水沟，沟挖得又深又宽，还把挖出来的土堆在菜地旁边，垒成一道小土埂。我和我妈则把储物间里的物资往高处挪，怕万一水漫进来淹了粮食和药品。忙到中午，排水沟挖好了，物资也挪完了，我们坐在遮阳棚下，吃着简单的午饭，眼睛却时不时往远处的水色看。水位好像没再往这边漫，但也没退，就那样停在定居点的位置，像个随时会扑过来的怪兽。我心里很慌，我们在冈仁波齐山脚的安稳日子，会不会被这突然上涨的水打破？傍晚时，父亲从山涧回来，说山涧的水位也涨了点，但没平原那么厉害。晚上我看着窗外的暮色，想着远处被淹的房屋，不知不觉睡着了。晨光刚把冈仁波齐的山间染成淡白，我就爬上了瞭望架，这是父亲半个月前搭的，用几根钢管焊了简易的平台，站在上面能看清远处的海。说是海，其实是彻底漫过平原的洪水，灰蓝色的水面铺到天尽头，之前能看见的牧民定居点、田埂，甚至树林的边缘，全被淹得没了踪影，只有偶尔从水里冒出来的半截树干，像根孤独的标记，证明这里曾是陆地。今天水位没涨，跟昨天一样。我朝下面喊，我爸在检查排水沟，我妈则在菜地边摘薄荷。这一个月来，我们每天的第一件事就是看水位，从最初看着水漫过房屋顶，到后来水面慢慢稳住，心也跟着从悬着到落地。我爸抬头应了声，手里的铁锹往沟里探了探，沟里没淤塞，水还能顺着往低处流，咱们这位置安全得很。他说的位置是冈仁波齐山脚一块微微隆起的台地，海拔比之前的平原高了近200米，洪水再涨也只到台地边缘，连我们矿车堡垒的轮胎都没沾到水。我从瞭望架上爬下来，踩着台地的土往水边走。之前这里是斜坡，现在坡底被淹成了平缓的水岸，脚踩在湿土上，竟有种站在平原河边的错觉。远处的水面泛着粼粼的光，风一吹就起细碎的波纹。要是忽略掉水里的断木和偶尔飘过的破布，倒真像片安静的湖。别靠太近，脚下的土软，小心滑下去。我妈的声音从后面传来，我往回走。路过菜地时停了停，番茄秧已经结了小果子，青绿色的，像颗颗小珠子挂在枝上。野油菜长得比我膝盖还高，我妈说过2天就能摘来炒，连之前种的薄荷都蔓延出了菜畦。这一个月，洪水把世界变成了海，我们的菜地却像块小小的绿洲，透着鲜活的绿。今天中午吃野韭菜炒蛋，再煮个番茄汤。我妈把水杯递给我，眼里带着笑。番茄虽然没熟，煮汤也鲜，总比天天吃罐头强。我爸也凑过来擦了擦手上的泥。下午我去水里捞点东西，昨天看见远处有个漂浮的木箱，说不定里面有能用的东西。吃过饭，父亲把橡皮艇充了气，这是之前从储物间翻出来的，原本是矿场应急用的，现在倒成了出海的工具。他划着艇往远处去，我和我妈站在岸边看着，橡皮艇在广阔的水面上像片小小的叶子，慢慢飘向那截露在外面的树干。我坐在水边的石头上，摸着水里的鹅卵石，这些石头之前藏在山涧底，洪水漫过来时把它们冲到了岸边，光滑圆润，还带着水的凉。突然，脚边的草丛里传来滋滋声，我回头一看，是之前走掉的土拨鼠，它嘴里叼着根草茎，站在离我2步远的地方，黑亮的眼睛盯着我，没像上次那样跑。你怎么回来了？我小声说，
慢慢伸手想摸它，它却往后退了退，转身往台地深处跑，跑2步还回头看我。我跟了几步，发现它钻进了一块岩石后面，那里藏着个小小的洞口。应该是他的窝，看来他也把这儿当家了。我妈不知什么时候站在我身后，这小家伙聪明，知道咱们这儿安全，还能找到吃的。我点点头。洪水把很多东西都淹了，可生命总能找到活下去的地方。傍晚时，我爸划着橡皮艇回来了，艇里放着个锈迹斑斑的木箱，打开一看，里面竟有半袋没受潮的小麦种子。我爸把种子递给我妈，这些种子能种在菜地里，以后咱们的粮食又多了份指望。我妈赶紧把种子收进储物间，小心地用防水布包好，生怕受潮。第二天，我们把小麦种子种在菜地的空地上，我爸翻土，我妈撒种，我则负责浇水。水面就在不远处，风把水汽吹过来，落在脸上凉丝丝的。这1个月，我们看着洪水漫过平原，看着世界变成海。傍晚时，夕阳把水面染成了橘红色，冈仁波齐的山影倒映在水里，像幅安静的画。看着眼前的一幕格外安稳，我们守着这块安全的台地，守着菜地，守着彼此，就算外面是海。清晨推开门时，海风带着咸湿的气息扑过来，比上个月的泥水味清爽太多。浑浊的泥水早被时间滤得澄澈，阳光洒在水面上，像洒了把碎银。远处的冈仁波齐山间倒映在水里，一半是灰白的雪，一半是碧蓝的波，连风掠过水面的声音都带着点温柔的调子。水位彻底稳了。我爸拿着之前在定居点捡的旧地图，站在高处比划，他手指向离我们50米远的地方。那里有块相对平坦的空地，背后靠着矮坡，前面正对着海面。咱们在那建个别墅，既能看海，又能挡点风。我妈抱着刚摘的薄荷凑过来看，她早就盼着有个固定的住处，总在车上的房子里也不是个事。我们要成为这末世中第一批住上海景房的人。说干就干，我爸先在空地上用石灰画了轮廓，分3间房，2间当卧室，1间当厨房兼储物，外面再留个小阳台，正好能摆张桌子看海。我和母亲则去工具房搬铁锹、锤子，还有之前从被淹定居点捞上来的旧木材。那些木材泡过泥水，洗干净晾了半个月，现在干透了，还能闻到淡淡的木香。打地基时最费力气，我爸用铁锹挖了半米深的坑。等地基填好，咱们就能搭框架了，到时候你想要的小阳台肯定能实现。我点点头，心里满是盼头，从来没想过末日里还能有一栋能看海的房子。中午歇脚时，我妈从储物间拿出之前晒的海盐，撒在野菜汤里，鲜得让人多喝了2碗。我爸则拿着铅笔在木板上画图纸，哪里装窗户，哪里留门，都标得清清楚楚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们每天都在忙。我爸和我去更远的废弃定居点找材料，有的房子只淹了1层，2楼的木板还能用。我们踩着水把木板拆下来，用绳子绑好拖回来。我妈则在家整理物资，把需要搬进新房的被子、厨具都分类放好，还在新房旁边挖了块新的菜地。半个月后，海景别墅终于有了模样，阳光透进来，照得屋里亮堂堂的。卧室里被子叠得整整齐齐，厨房里摆着之前的燃气灶和储水罐，旁边还留了个小架子，放母亲晒的海盐和干野菜。晚上，我们3个坐在阳台的桌子旁，吃着母亲做的番茄炒蛋，喝着薄荷水，海风轻轻吹着，远处的海面泛着月光，安静的不像末日。我爸喝了口热水，笑着说：“以后这就是咱们的家了，有海，有菜，有你们娘俩。”我妈点点头，给我夹了口菜。等明天咱们把物资都搬过来，再在阳台种几盆薄荷，夏天就更凉快了。夜里躺在床上，能听见海浪拍岸的声音，可突然指尖传来一阵刺骨的冷，紧接着喉咙里涌上一股窒息感，像有什么东西堵住了气管。眼前的场景彻底碎了，没有矿车堡垒，没有冈仁波齐，没有建好的别墅。我睁开眼，发现四周全是水，这座城市最终还是变成了水下城，一切都变了。我终于明白，那些在冈仁波齐的日子，全是我溺水时的幻想，是我太想活下去了。